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黄瓜和皮蛋这样做，比吃不要还补，不凉拌不用炒，营养又解馋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根黄瓜和4个皮蛋。我们先把黄瓜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皮蛋。把洗净后的皮蛋放入锅中，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皮蛋。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烧开，煮6分钟。接着来处理黄瓜，把洗净后的黄瓜放到案板上，用刀把两头切下来不要了。然后再把黄瓜切洗1刀，切成薄片，薄厚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1勺白糖。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黄瓜都能裹上一层白糖。用白糖把黄瓜腌一下，这样黄瓜的口感会更加的脆爽。放一旁腌制10分钟。接着准备1小块瘦肉，大约有100克左右。把瘦肉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做出来口感才不会发柴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来腌一下瘦肉，往里边加1勺生抽，加1勺蚝油，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1勺玉米淀粉，下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瘦肉都能裹上一层料汁，尽量多抓拌一会，让肉片把这些料汁完全吸收。最后抓拌至感觉特别粘稠，再加1勺食用油，继续给它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瘦肉都能裹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防止瘦肉粘连在一起。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。现在我们的皮蛋已煮得差不多了，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就这样给它放凉水里泡着备用。接着再准备几朵洗净后的这个百香菇，给它切成薄片，薄厚要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个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片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把小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，把葱白切成小段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把葱叶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另外一个盘中。接着再准备1盒这样的内酯豆腐。很多人在给内酯豆腐去核的时候，底部都不够光滑，像我这样，先用剪刀把这4个角给它剪下来，再用刀背拍一下。然后是把上面这层保护膜给它撕开。再给它扣到菜板上，看一下豆腐非常的光滑平整，一点都没破损。先把豆腐对半切开，1分为2，再把豆腐切成长条，就再切成小方块，也不用切得太小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皮蛋已经放凉了。再把皮蛋取出来，把壳去掉。去壳后再把皮蛋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取半块皮蛋，1分为2，然后给它切成小方块，也不用切得太小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黄瓜腌得差不多了。
看一下，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，黄瓜也变软了很多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黄瓜，再把黄瓜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糖分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。油热后把皮蛋放进来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开大火翻炒，把皮蛋炒香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翻炒至皮蛋变成这种金黄色，表皮出现这种虎皮状的时候，再加入葱姜蒜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把瘦肉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翻炒至瘦肉变色，把瘦肉炒散开，大概需要翻炒1-2分钟左右。瘦肉炒变色以后，再把香菇片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香菇片炒软，再炒1-2分钟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您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香菇片炒软以后，再根据家里人的数量倒入适量的开水，这里呢一定要加开水，这样煮出来的汤汁呢才会浓白。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后再把豆腐放进来，用铲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再把黄瓜片放进来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再给它煮1分钟。1分钟后来调一下味，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加一点点香油，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继续用铲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就可以出锅了，再把它盛出来放大碗中，再撒点枸杞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加营养。最后再撒点葱花。像这样非常好喝的皮蛋黄瓜汤就做好了，用皮蛋和黄瓜再加上肉片一起烧的汤，可谓是色香味俱全，营养美味。这道汤菜的卖相看起来并不美观，但是它的风味特别鲜美，营养特别好喝，尤其是现在的夏天，来上一碗，解暑又解腻，吃完还不会长肉。这道汤菜做法很简单，用到的食材和调料也非常简单，汤色奶白，香气四溢，味道鲜美，让人不禁胃口大开。要是喜欢汤菜的这种做法的话，可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